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百行百业都可以进入股市，都可以上市的现象，这样子其实对我们的股市的表现，对于吸引外资会有帮助吗？马来西亚其实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的经济体，而且这些中小型的企业经济体很多都需要一个平台来融资，需要 value up。所以当他已经经营很多年的中小型企业，他通过股市能 value up， 他就可以有朝一日成为所谓的 high quality、high big market cap 的公司。这个是我觉得马交所做到最好的地方。A market 这么蓬勃，其实很多人都很羡慕。连像你刚刚说的，自媒体也能上，Kopitiam也能上，不是每个国家的交易所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是好事。我不完全认同，就是只要找那些市值高的才可以上市，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 gap， 中小型企业会被忽略，然后这个大的企业就是被呵护，也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别看财经制作的财经股市。今年2025年呢就已经要结束了。那么在12月底的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思考说，这一整年我们要来复盘一下，那么我们要来展望一下明年，也就是2026年的市场到底它会有一些怎么样子的趋势呢？如果我们来看回今年2025年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联准会虽然是降息了，但是呢马股却面临了外资200亿令吉的撤离啊。那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说，一定会觉得蛮想要知道究竟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那明年外资会不会继续的撤离呢？这也是我们想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AI 的热潮在持续了2年之后，究竟 AI 它会不会泡沫化呢？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观众在我们的留言处不断的来敲碗，希望我们可以讨论的议题啊。那么今天要来讨论这个议题呢，我们再一次的请到了 TradeView Capital 的执行长祖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祖翰，欢迎你。Isaac， 谢谢你。那我们先来聊一点轻松的好了。好的。去年就是2025年啊，其实这一整年，你觉得马股的表现是否是符合你的预期呢？有没有哪一些板块是你觉得哇蛮意外的，它是一个意外的大黑马？那又有哪一些的板块是你本来很看好的，但是它表现很像不如预期？好像年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也上过你们节目，然后当时候你们也有问过我的年终的时候这一个目标是多少？对，1650到1700点左右了。所以我们今年的确是有到1650点，刚最近又再调回1610左右了徘徊。所以其实我们是觉得今年会是一个 range bound 的 year 了啊，没有太多的 catalyst 把这一个冲破或者回到1800点那种高峰的时候。但是假如你具体去分析这一整年为什么是这样子，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就是介于这一个波动性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啊，还有这个特朗普的这个 tariff 就影响了对于新兴市场的这种信心。当然马来西亚牵连在内了，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3个，就是你看整个东南亚的表现算是受到重挫了，相对重挫，但是后来它就反弹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也没有说创新高。相对新加坡，你反而看到新加坡股市、香港股市，甚至这个 South Korea 也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你就开始 wonder 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还是被 bucket 为一个有风险的新兴市场。虽然在新兴市场当中，我们可能是排第1或者第2甚至第3，但是它不会是你觉得避风港的一个股市，所以这导致到很多外资的动向没有这么明朗。而且当时候我还希望就是下半年这些外资会回到马来西亚，可是当时候我不懂你记得没有，美联储就一直拖后这个降息，直到这个特朗普不耐烦，就说想要把它炒掉啦，甚至说这个美联储的行长是没有用啦，等等辱骂的这种方式来逼他退位。但是到最后他真的开始降息的时候，已经是接近Q3 Q4，所以当时候资金的动向，往往基金会做么会铺排嘛。当你一直延后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些资金带回他想要去的那一些市场。然后最安全的地方是进哪一个
投资的选项呢，就是债券。所以虽然马股它的外资流出了大概20个 billion 左右，但是另外一个 asset class 在马来西亚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债券，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这个 Malaysia Government Securities， 其实它净 net flow 是大概22个 billion 左右，所以整体是 net inflow 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啊，幸好这样子，马来西亚的货币还是慢慢走强。假如它连 bond market 也是 outflow，equity market 也是 outflow，你绝对不会看到马币的 strength。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虽然外资呢就在我们这录影的前一天啊，我们看到抛售了1亿啊，这样子的金额，然后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整个外资的流出已经是突破了207亿嘛。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还好我们这是此消彼长，所以是抵消掉了啊。但是我觉得投资者还是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说，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基本面真的是缺乏吸引力啊，所以才会每次遇到你刚才讲到一个原因嘛，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新兴市场里面，虽然我们是排名很前面，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有风险的市场。是。那除了我们是有风险的市场，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公司基本面也不够好看，不够能够给别人有信心 ？OK， 所以当每一个，假如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再回顾2024年那一年，我们马股是整个东南亚排第2的表现，甚至比新加坡更好啊。后来就给新加坡追上了。为什么？我们就以新加坡来做一个比例，大家会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很多人说可能是马来西亚不够多科技股，然后很多这些我们这个蓝筹股很多都是旧经济，所以它其实缺乏吸引力。但是假如你同样的对比的话，今年新加坡是表现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股市，它的那个三大龙头的银行都翻了1倍。So种植股，还有那些房地产股，还有那一些叫什么产业信托，全部都上涨。这样子的说法就不成立了嘛，对吗？因为我们的所谓的那个综合指数的比例是非常相同的，相似。但是为什么新加坡会表现得这么好呢？主要有2个政策。第一，就是他们的家族办公室政策做了很重要的一个调整。你们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家族办公室无人欢迎，但是你们当中的那个基金的成分有10%到20%一定要投进 SGX，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导致突然涌入一大笔资金进入他们的资本市场，这是第一个政策的改变。第二个政策改变就是这个新加坡的政府呢要求所有这些拨了大概50亿新币给几个基金，它一定要投在新加坡的Top 100的上市公司。你投这100上市公司呢，随便你投，但是你就要去刺激本地的这个SGX 的这个 performance， 因为太多年它已经是表现不太好。这2个政策呢，已经就是足够让整个充满资金的一个国家把它整个综合指数推上去。我们马来西亚相反，我们就缺乏这2个。OK， 第一，我们家族办公室的成立还很新，资金吸引的步伐也很慢，而且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选择的地点并不是市场希望看到的，它就是在这个森林城市，而不是在 TRX 我们的这个 KL 的这个市中心，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在招商引资去设立家族办公室，你就没有那个竞争力。另外一个，你这么靠近新加坡，假如你是一个想要设立家族办公室的，你才隔一条桥在新加坡，你倒不如去新加坡。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只有在新加坡可能被拒绝了，或者没有办法在那边设立了，或者进入不到那个门槛的，他就可能会考虑马来西亚的那个。所以它本身那个好的政策选址的地方就不太合适。然后再加上最后的就是我们没有相对的这个 EQDP 啦，这个 program 啦，来刺激我们的本地股市。这2个是我觉得财政部和这个政府还是需要加强的。还是回到政府的政策啊，对，有了，我们的政府有给我们每个人100块钱啊，去买 grocery，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我们的落差在哪里？新加坡是给钱让这些基金去投资它Top 100的这些上市公司，我们是给100块钱让人民去消费，所以。这个落差是蛮大的啊。是。但是祖翰你怎么看呢？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百行百业都可以进入股市，都可以上市的这样子的现象，包括我们看到有做自媒体的我们的同行，我非常羡慕哦，福利就上市了啊，马雷有看到啊，所以你怎么看这样子？其实对我们的股市的表现，对于吸引外资会有帮助吗？OK， 这里就有2个说法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希望就是我们那个第2财政部长不刚刚说，他说每一年我们的这个马交所，他希望的就是说很多个上市公司，他就一直在追那个数据，从55到今年60破新高。他是希望就是很好，这个业绩是很亮眼，但是他希望的不只是上市的那个数额。他也希望的是那个质量、那个 quality，还有那公司的那个市值，希望是更大的。那这里我就有另外一个看法，我是这样子看，马来西亚其实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的经济体，而且这些中小型的企业经济体很多都需要一个平台来融资，也需要 value up。OK， 说当他已经经营很多年的中小型企业。它通过股市能 value up， 它就可以有朝一日成为所谓的 high quality、high big market cap 的公司。这个是我觉得马交所做到最好的地方，就是说它 ACE market 这么蓬勃，其实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有这样好。连像你刚刚说的，自媒体也能上，Kopitiam也能上，等等等等，这是不是每个国家的交易所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是好事。但同时呢，我不完全认同，就是只要找那些市值高的才可以上市，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 gap，就是中小型企业会被忽略，然后这个大的企业就是被呵护，这个也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但是我赞同的就是说，在我们的马交所需要去给予这些政策来鼓励这些人选择在马来西亚上市这个是应该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现在他们只是局限于科技股 ，OK， 或者数码经济类似的这种有这个税务的优惠政策。但是假如你要这个市值大了，你要把这一个政策也扩展到某一些领域，或者来跟着市值来吧，你的市值能达到这一个，我就给你某一个优惠政策，而不是应该局限于高科技还有这个数码，因为你局限了这一个时候，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不一定是在科技企业的，我们一定要认同这一点。我们不是Silicon Valley 所以我们不能说Silicon Valley 也有，我们就一定要有。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窄的一个思维了，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要去超越质跟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我要鼓励更多人能够在马来西亚来上市。我觉得还是回到政策面了啊。但我们来看到今年呢，就是其实我们也落实了很多针对性的补贴啊。我想政府也做了很多的改革啊。那其实当时市场是极度恐慌的，大家都怕这个通货膨胀嘛但是其实我们看 CPI 的数据并没有失控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说马来西亚的内需消费股，像是比如说 Mr. DIY 他们最坏的这个利空已经出尽了，那么2026年会不会迎来这个估值的修复呢？我先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满意的一些政策，就是在中小型企业在执行方面上太快了，就是好像你的这个外劳 EPF，你的最底薪1700块，然后你的这个 SST 的expansion 扩展，然后 e-invoice 全部同时来，其实这整个是跟 fiscal consolidation 有关系啦，就是要减少国家的财政赤字，多元我们的这个收入。这个思维宏观经济跟政策的落实了，其实是不是错的一个方向？是好的，但是太急促，我个人都觉得太急促。不要大家以为我是有基金其实我也是中小型企业，我自己也是经历大家经历的问题。我们普遍上普罗大众百姓还有这个中小型企业，其实假如说国家需要落实这些政策，我们是无任欢迎，我们也非常支持的，但是需要给时间去消化，没错，还要给我们有一定的那个时间去适应，你不要一次过这样子来。我也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做，他也有政治的考量，他把这些问题全部放在今年，在靠近政治大选的时候，他又在派糖果，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这个又是很短浅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扰乱到整个经商的环境了，所以这个是导致很多人比较
担忧啊，所以在消费上可能就收紧一下，甚至说通货膨胀又担心啊，这些问题上课题上也是让大家都有那种消费信心的和投资信心的问题。但讲回去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现在看来其实没有这么严重，然后明年那些消费股会表现得更好呢？其实今年消费股整体上 Farm Fresh、Speedmart、Eco Shop 都做得不错，他们都是属于刚需日常用品的那一种，没有办法省的，对吧？但是你看 Mr. DIY 它不是。而且它的问题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说它的产品不受欢迎啊，或者它开太多店面，它的问题是说它需要走过一个 restructuring process，所以它现在我没有了解错的话，在我跟他们的这个交谈中，他们是说他们开始会做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它会有 Mr. DIY Plus， 它会有 KKV， 它也会有它原本的最基本的 Mr. DIY，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整合所有资源，所以明年会不会 Mr. DIY 做得更好？我觉得会，我个人看法，我觉得它已经差不多触底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但是它不是因为消费信心或者觉得通货膨胀，所以它的那个销售额减低，并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式看，它是以架构性的一个整合吧。了解。其实我很认同你说的啊，就是我政府它的这个执政的节奏要掌握好了，就是一下子全部来的话，其实大家真的是会吃不消。可能可以做一些紧缩的政策，或者是一些让人民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必要的改革的政策。但是你也要同时拍一点糖果，让企业不要这么辛苦啊。是但是如果我们看说明年的部分的话呢，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是一些新的引擎啊？比如说，我们今年一直不断的在看这个柔佛，对不对？是那柔新特区等等的。那明年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婆罗洲，特别是沙劳越这个部分，它好像发展的非常的快啊！就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呢，我们看到那个 Air Borneo 它的那个 website 刚刚上架了啊，所以你觉得其实明年东马会不会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主题？我觉得绝对是。你看他们的一系列的动作，买银行、设立航空公司等等等等，你看得出他们非常希望主导他们州的未来的发展，并不想要交这一个命运的主宰在不成。你可以看得很明显，不要说是跟政治什么关系，最起码我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州政府是有这个恒心来发展他们的那个州属，跟以往的沙劳越是很不一样。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觉得是好事，并不是坏事。OK， 但是我们也要认知到一样东西，就是虽然沙劳越它的那一个土地土壤很多，然后它这一个资源也很多，它人口不多，所以它需要的是什么？外资投资、设厂、基建等等等等。所以你讲的这个主题是没有错。我觉得明年2026年你会开始看到很多跟基建相关的这种发展在东马，特别是沙劳越。然后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几个重要的已尘埃落定，几个政策重要尘埃落定，他们有自己的银行了，也有自己的航空公司了，然后这一些有足够的资源去开始发展他们当地的那种企业的需求，包括中小型企业。但是我希望的就是你有了这一些的改革，也要打破沙劳越一直以来的商业环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由几个大型的家族控制着整体的经济，这个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是这样子说？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你是希望有一个很 broad、很 wide 的这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上来只有几个方式，要么打工，要么创业，通过中小型企业。假如所有的资源整合，所有的资源掌握在10大家族里面，就东马的10大家族里面，这样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没有这个 social mobility， 他们就上不到。他一没有办法突破，不管政府要做什么政策啊，什么基础建设啊，什么没有那个能力把整个州属的人变成更富裕。所以假如你真的是要改革，你不要只改一部分，你要整体都要改，整个结构都要改。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变成
州政府很有钱，但人民在这个阶级流动上面就可能就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对，阻碍。好，那接下来其实左汉我想要请教你，就是说在过去2年美元定存是这个投资者的这个避风港，那么现在利率下调，这一笔庞大的资金在2026年会流向哪里呢？是会回流到新兴市场，像我们马来西亚回到马股呢，还是说其实大家会追求利益，比如说去投资加密货币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真的是要看那个幅度，它下降的幅度，因为有这个东西叫做利率的差异嘛，就是 rate differential。当它的差异不大的时候，他当然会选择在他比较放心的市场，他比较了解的市场，甚至说他比较放心跟了解的资产。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假如它利率差就变得很大，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现在它降去明年大概2%吧，美联储的利息，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就是大概2.75%，我们有一个利率差，然后我们的债券是大概3.8到4左右，自然而然它放在这里，它就可以赚那个利差嘛，对不对？但是你们要记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货币也越来越强了，所以当它过来的时候，它货币的差距也会影响到资金的动向，所以它没有一个 straight answer， 就是说只要我一减息我就自动回来，它也会选择市场。你问我现在我是美国美联储降息了之后的那些基金，我会去哪一个国家？我会去日本啊？为什么？货币也是就是日元一直在跌它的疲惫嘛，对，所以在那个 forex 上你没有亏损，再加上它又给的那个利率 yield 也10多年、20年的新高，所以这一个就是相对又稳又安全，又有这一个没有这个这个货币的风险，所以它可能就是一个首选咯。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但理论上，假如它有这个 rate 的 differential， 它一定要去新兴市场，因为它要追求那个回报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像你说的，还有很多资产或许可以给到那个回报。打个比喻，这个虚拟货币啊，等等等等，但是普通的基金一般上在管理客户的钱的时候，虚拟货币还不是被广为接受的一个资产，投资资产，它是一个投机资产。OK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区别的。简单来讲，像我们投资我们的客户的钱，我们也不会放进虚拟货币的，这个是我们的mandate 啊，我们叫做，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大型的基金，当然有一部分你愿意冒这个险，你就要签这一个合同啊。有什么事情我们不承担啊？那一种他就有自己的 mandate， 他就可能会考虑到这些货币了。OK， 好，左汉，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处理一下房间里面的大象可以，没有问题。那就是 AI。OK， 因为我们看到高盛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是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做Gen AI Too Much Spend Too Little Benefit 这个报告其实质疑这个科技巨头未来几年在 AI 的投入当中是不是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营收啊？你觉得 AI 泡沫是不是真的就要来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处于一个泡沫。我为什么这样子说？每一次你观看历史，从1912年到今天，你有那个之前是铁路，过后你有这个电波就是 broadcast 就是 radio，然后过后你有汽车，然后过后飞机 commercial， 然后过后 .com bubble 就是那个 internet broadband， 然后过后 fiber， 然后这个real estate 的这个 subprime mortgage， 然后到现在，你看整体上这一些所谓的泡沫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 underlying change 改变。and 通常跟科技有关系 ，technology advancement 嘛，它帮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把我们迈向一大步向前。所以 AI 其实是一样 ，AI 原本没有 use case 的话，它就是一个绝对马上会爆的一个泡沫。但是现在大家都尝试到它的 use case，它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也期待。希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生活变得更便捷，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科技的发展。当有这一种东西的时候，自然而然投资者也会涌入进去，不管是大型基金还是散户了。然后追求的就是说，只要我是第一个泡沫不 burst，我就可以赚大钱。每个人都是会以这样的思想，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泡沫越滚越大。但是每一个泡沫爆了之后呢，总会有一些生存者，大部分会死光。对吧？所以就看你在投资的选项中，你选的是生存者，
还是那些collapse 的这些企业，这个就是最重要。然后我每一个晚上我也是睡不着的话，就是这个课题。我读了很多，非常非常多。今天早上我还没有来你们节目，我读了 Oaktree Capital Howard Marks 的一个很长的这个论文，他也是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他观看了这样多个，一般上当他的估值过高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让人有那种担忧。但是当他估值过高到不合理的时候，不寻常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警惕。警惕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要么就是不投资，完全避险，然后你就错过咯。假如它是上，另外一个方式你就去放进避风港的资产，那是另外一个选择。但我们一般上的听众，有些是散户，有些是小型投资者，你们应该怎么做？绝对不能 all in。这个是我的看法。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每一个课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我把这笔钱投在这个，我一定赚大钱。但是我是说，呀，你会赚钱。但问题是，他们每次把所有的钱都放进那一个某一个选项。In this case， 现在要么就是 NVIDIA、AMD 这些 AI 科技的主题，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 asset class， 就是你的那个股票的选项，你可以看到10个里面10个跟 AI 有关系，这样子是跟risk diversification 不成正比的，也是这个是投资者一定要千万要小心。这个其实每一次请你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任何主题，一定都会绕回来这个分散投资风险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也是在一直不断的跟大家教育的一个观念，对不对？是。那其实我们看到说，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在整个 AI 主题里面，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偏下游，对不对？我们还是封装测试。所以如果 AI 这个泡沫真的是 burst 的话呢，其实对马来西亚来说，会不会也带来一些影响呢？它不会像那个冲击，不会像在美国那些上市公司直接在 AI 的最前线的那冲击这么大，但是肯定的，整个科技股的领域一定会下跌，那个是肯定的。就我不懂你记得没有？去年我们是靠那个 AI 主题，股市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亮眼的一个上升的趋势嘛。然后过后到了年头，突然他们讲可能会减少 data center 的 capex，突然所有的就股票开始大跌，这就是我们叫做的健康的回调。然后过后又再回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在谈这个 AI 的时候，马来西亚芯片也好 ，testing 也好，data center 也好，这些都是环绕着 AI 的主题。其实今天有这一个数据啦，70%的这个市值的上涨都是来自 AI 主题，80%的这个盈利都是来自那一些跟 AI 相关同时有盈利的公司 ，in this case NVIDIA，90%的估值过高。也是 AI 主题，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笑的这个比例，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比例。是啊，那AI 的未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是软体应用的层面嘛。那么接下来可能又要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物理性上面，比如说机器人的部分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是会未来它的一个发展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一个你看中国就很好了。那天我看到那一个中国出了一个警告嘛，他就警告业者不要内卷这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市场。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一个是有出入的，因为他们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EV 汽车，然后他在这一个机器人也是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一样东西，原本政府一直在鼓吹给这些刺激的政策，就是希望多一点研发在这些领域，现在突然说收紧，因为太过内卷了。像这些已经在经营的这些公司企业怎么办？难道业间就不做了吗？或研发就停止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现在在中国研发做到有一定规模的机器人企业有160间。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很恐怖。他们不是好像那一种好像 kindergarten 的那种 level，他们真的是有到那一种跟特斯拉那一种水准的。现在中国有150到160间，是非常惊人的数据。马来西亚一间都没有。所以以这样的对比的话，你就看到其实这个空间一定会走向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这一个发展，但往往就是说龙头企业就那几个，永远都是这样。而特别是在泡沫 burst 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科技的发展的方向，往往都是依靠着资本市场的扶持和投资来壮大，因为
银行传统的银行以贷款的方式，不可能会给你钱去冒这个险，所以他的钱大多会资本市场，不管是从fundraising， 从 VC 也好 PE 也好，甚至说你这一个fund基金自借投的话，它都是从资本市场来带动整个科技领域的 advancement。 所以你问我现在我怎么看这个领域，我觉得它前景是非常非常好，它也会解决很多我们日常的问题，特别是马来西亚人最了解的就是佣人的问题、外劳的问题，没错，这两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缺一不可的东西，对吧？所以机器人会不会解决这个事情？肯定会解决。当它可以解决一个痛点的时候，它就有存在的这个价值。好，但是我蛮忧心的，就是左汉，当你说中国有160几家公司，但我们一家公司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政府一定要赶快出台政策。OK， 好，如果提到这个 NVIDIA 的话，其实它的这个 PEG ratio 是处于怎么样子的一个水平？如果 AI 的应用端在2026年都迟迟没有出现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的话呢，那其实哇，这个泡沫是不是真的 burst 就在眼前了？我觉得从NVIDIA 本身来说，它的那个 PEG ratio 还属健康的，0.71到1左右。OK， so still 健康，因为它每一年都 deliver 到那个成绩，所以才是这样子。甚至是 PE 的话，大概30倍罢了。我 compare 回你来你们节目之前，我找了2000年的时候那个泡沫，那时候最顶峰的大部分的一些公司，它打个比喻 ，Oracle 那时候上到90倍 PE，然后还有 Cisco 这些100倍等等等等，所以很多都是处于不合理也没有盈利支撑的那种水平，所以很多这些公司最后就倒了。但是 in NVIDIA case 它是有盈利，但是大家其实我知道观众投资者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们每次现在看到就是那个 circular cash flow， 就是说我的钱我投到你的公司，你用那笔钱我投的来还我，来购买我的芯片，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这种invoicing method 啦，就是 revenue recognition method， 也是很 artificial 所以这个就好像是把这一个市值估值这样拖高，所以这个是很危险，这个就是一个泡沫的现象。但是像我所说的，泡沫爆了之后，可能90%会死掉，但是10%还会存活，就看你的运气，就是你投的或者你的眼光有没有独到投那10%。我最怕的是投资者每次说我每一个都买，至少有一个会中，有一个会活着，但另外9个呢？你这个赚了，这9个赔了，当不是一样吗？常常 all in 就是害死大家，害死自己啊，应该这么说。好，那说到怎样子不害死自己啊，我觉得政府做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啊，就是这个 SC 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就有更新了投资建议指南，明确财经网红纳入监管啊。其实你自己观察7月份这个指南在实施之后呢，这些财经网红有没有真的收敛了一点呢？我自己觉得很像在 Telegram 上面还是看到蛮多群组的啦。我不知道你自己的个人的体感是怎么样子。那你身为有执照的投资顾问，你觉得你会怎样子劝我们的散户如何正确的获取正确的这个投资理财的建议？ OK， 首先第一就是说这个指南呢，这一个 SC 的 guidelines 其实已经算是迟了5年吧。因为这些所谓这些guru 还有这些网红的这些投资教授他们其实早在2000年手套股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可能手套股了，他们就变成科技股的专家，科技股的专家过后就变成商业模式的专家。基本上他们是远远比我更厉害了，这些人他们谁都可以教，什么课题都能聊。可是问题就是说，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说，搞到整个市场就是乌烟瘴气，然后投资者甚至很多散户，烧到手了，对马来西亚马股失去信心。这也是你可以看到的。其实数据不会骗人，你看到散户投资的那个 participation 远远都没有在2020、2021的那个数额在那边。另外一个同时的，他们参与在马来西亚股市减少。但是他们对整体投资有减少吗？没有，他们可能出国了，投资可能这个纳斯达克还是投资别的国家了。这对马来西亚其实是很不健康，所以这个指南我觉得很好，迟来5年，迟来好过不来，但是Isaac，我想讲的就是他要执行啊，他不执行的话。怎样可以让到大家害怕或者会想要遵从这个指南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建议，人家会觉得SC 在建议不可以这样子做，对吧？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
法律在那边，但是有没有执法？对，这就是问题。然后我不懂，我在这个我们的谈话中适不适合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我觉得应该提一提，就是好像最近这个恶霸律师嘛，对不对？他其实为了大家，跟他老婆2个被关进监牢，因为他去提起了让大家要警惕某一些 guru， 反诈的人反而被关，对，诈骗的人逍遥法外，对，而且请了一大堆律师来把他用法律来把他绳之于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很心痛，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了解他的本人是怎么样，但是从我读到的 messaging， 他要给到大家就是要很小心这些诈骗，不要给他们不停的给学费，然后最后烧伤自己，对吧？他的出发点怎样我都认为都是好的，但可惜的就是往往这一些忠言是逆耳了，所以我为什么喜欢上你们节目？你们给我平台去把我这一些感想去跟大家分享。其实甚至说，我们马来西亚的散户投资者，而且新一代的这些进入资本市场，我很鼓励你们，就是靠自己多一点阅读。然后好像你们这种节目财经这种多看多听，你不一定要认同我们的意见，因为专家跟分析员很多，但是最起码你听了之后你有自己的判断。往往上你们节目的人都不会是跟这一些灰色地带有任何关系的，没错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大家要了解到，假如你真的是想要做长期投资，靠投资来致富，或者最起码有这个财务自由，你一定要把那个心态改变，那种短期赚大钱那种思维要改变，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只要投资，我可能就是10年过后就不用做工。其实假如你看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的历史，到他致富的那个过程中，他在前20年跟他后30年的那个对比很恐怖。他是主要前20年赚到钱也算相对富裕，但是他是在后面30年的时候才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然后他越老他就越有钱，因为他是以血滚的方式 compounding effect of 他正确的投资来给予他那个回报。所以真正靠投资致富是长期性的，不是短期的那种投机。真的。每次我们都是老生常谈，然后不断的劝大家要长期投资，不要投机啊，不要投机啊，不要投机啊。好，谢谢祖翰今天来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2025年的回顾，然后也帮我们来在2026年来帮我们把脉，然后去预估明年的一些机会哦。那我觉得这样好了啦，我们常常可能至少1个季度一定要找你回来一次，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期许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在2026年给大家更多的投资的建议啦。我们努力，我们一起努力，对，把那一些财经网红全部排挤在外。希望大家不要再受骗啊！好，再次谢谢祖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Isaac。那不晓得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呢？记得要在下面留言，然后要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